Hello，林杰公康三个周民，大家好，我是卓玛，我现在在西藏林芝市的毛纺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给大家讲讲关于西藏毛纺厂的故事。大家不要觉得西藏林芝的毛纺厂很普通啊，它见证了西藏林芝的发展和那些传奇的故事。1966年，为了弥补西藏纺织工业的空白，支援边疆建设，发展西藏经济。1966年6月至8月中旬，原上海市维伦粗梳毛纺织厂的全部人员还有圈套设备全部迁入西藏林芝巴邑镇，名为西藏林芝毛纺厂。当初进厂的人工加上家属总共有611人，除此之外还有总共100台设备、50吨机器设备。到达西藏后，新购44万元补助材料和技术资料。1966年9月18日，林芝毛纺厂建成使用，10月正式投入生产。建厂时总沙锭1120锭，固定资产总值约为351.58万元，当时是西藏最大的工厂。66年很早1966年那很老了。是合模机器，主要是羊毛比较长嘛，然后弄碎，梳毛的，然后这个梳毛的这个皮管来搓粘，粘过来，然后在这里打个花圈，打出来以后放在这个上面，花圈送到别的车厢。从1972年开始，毛纺厂的配套渐渐完善，从基建队到副业队，还有自己修建的学校。当时毛纺厂的职工家属不用出厂就能上学，买菜煮饭，保障日常生活。辉煌时期的毛纺厂总人数达到了1800人，当时生意红火，一共有5个车间，厂里的机器3班倒，产品有絮皂，主要产品为毛线、呢绒、毛毯和地毯。最出名的高原海的毛毯，价格贵，销量好。毛纺厂经济效益最好的那一年是1989年，利润达到了695.62万元。不过，随着国有企业从产型向经营型的转变，1990年全国纺织行业开始出现滑坡，并日益严重。在全国很多纺织企业面临倒闭的情况下，毛纺厂在1994年之前发完工资福利后还有盈利。不过，随着机器的老化，人才的流失，在1994年之后，毛纺厂还是迎来最艰难的一段时光，产量销售市场疲软，销量锐减。1998年9月和1999年8月，有职工陆续下岗和失业。由于当时是西藏最大的工厂，留下来很多空地，为有效盘活土地资源，尽快将土地资源优势转化成了产业资源优势。在西藏天路集团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决策下，2008年8月成立西藏林芝天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部分还未拆的老厂房用作了超市的配送中心，而除此之外，毛纺厂的空地还修建了纺织新街、小区、酒店，一应俱全。目前还有一条别具一格的风情街刚刚完工，未来将会成为吃喝玩乐、办公一体化的商业中心。毛纺厂职工宿舍还未拆迁，这些房子过去也是木板房子，后面改造成这样的房子。叔叔给我们说，这些房子是一栋就住职工一家人。后来这里没有职工住了，变成了出租户，很多来西藏奋斗的外乡人都住在这里的。再后来这里进行了改造，住的人都搬走了。之前这里也是出租户的，现在是毛纺厂的风情街，未来将会有很多商店、创业公司入驻，带动西藏的经济发展。这里白天是这样的，到了晚上伴着灯光也是非常美丽的。未来的毛纺厂将会打造成一个由商业中心、住宅小区、旅游元素、创业基地一体化的天路小镇。可以看到正在有序开工。从辉煌到落幕，再到重生，毛纺厂的经历正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缩影。跟着毛纺厂一起发展的，还有越来越好的生活，越来越大的城市。相信毛纺厂的故事能够激励自己，激励每个人对未来更有信心。那就修车17岁就来了就修车。然后在这里那时候汉话都不太怎么懂了，普通话说的不好的。跟上海师傅一起，每个月的生产就是达到80万才行。
也供不应求啊！你说，过去的话，我们卖就是70年代的话，毛糖的话54到378，一直这样涨过来的。毛纺厂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当然我也是。好了，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我这边只有250，是在香格里拉拍的25万的。今天我又来到了我们灵芝市的松茸市场，我们灵芝的 CBD 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美女，罗芒。对。然后今天我们两个大概的了解一下，大家都很想知道一下本地的一个松茸的价格，然后阿普带你们去转一下，了解一下。但是这边的价格也是很混乱的，可能有些有几十的，然后都100多的，有好一点的可能都是到200多。多少钱一斤嘛？这个一斤140嘛。产地搁哪儿啊？产地是哪里的？产地是那个巴松措的。啊？巴松措，哎，哦。这个字的，公个字的。啊，公个字的。这140嘛。140。没拿到。这个味道是原本是这样的吗？哪个？可以呀，这个。但是这可能不是当天的货。哦。这个当天的，真的。当天的，当天的，今天的都没下山吧？当天的货去。不是，这个不是今天的，这个当天的。啊，对，就是隔夜的货，一般隔夜的货它要便宜一些。松茸最主要的就是鲜度最重要，鲜度，啊，对，因为当天的是最好的。我基本上当天的些货，可能最好的货可能就选完了，然后发完全国各地了。这个最多能保持几天吗？啊？最多能保持几天？你放冰箱的话，放个3、5天没事。3、5天吧，你放冰箱的，一个月放的话，真的没事。一个月？那是鸡冻里面吧？挖松茸一般很早就出发，临近晚上从山上运下来，因为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就要爬到很高的山上，进入很深的森林中，所以作为外地人很难挖到松茸，基本上都是当地村民，他们的村庄靠着山，从爷爷辈就开始挖松茸，一直传下来，有着丰富的经验。松茸是西藏的特产，在全国丰富的地区也很少，除了四川和云南，就是西藏。而西藏长出来的松茸算是品质比较好的。刚才那个是比较暗。哦，对，有点黑。暗就隔夜了，然后这个的话可能就比较接近，你看，特别新鲜。对，好多呀，这个多少钱？190。这个190一斤。190，但是你还是。不是太精选，190的话就是通货嘛，你买过来还是要把这些要挑出来，还是有一些虫眼，是吧？是爆皮的这些都还是要挑出来。发货的话是这种最好，你看嘛，这颜色比较暗，这个暗的话可能是比较有隔夜的，一段时间均匀的好。这肯定是隔夜的，但这个总体还算是可以的。自古以来，全世界的人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松茸和虫草一样，长在当地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便可以通过大自然的馈赠获得一份收入。西藏的松茸是稀缺品，每年7月底左右到8月底左右是生长的季节，其他的时间并没有，所以有人通过松茸也变成了百万富翁。你们是在山上采的吗？我的松茸不是，我是外地发过来的，我做生意的。那个生意怎么样啊？生意好做啊，今年的话生意不是很好做，今年生意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各方面嘛，那个蘑菇今年产量不高嘛，然后还有一个就疫情的原因，这个主要的嘛，然后市场不景气嘛。那比起往年的话，就生意不是很好，是吧？是，往几年的话，这个时候赚的盆满钵满了，今年的话赚的是两手空空的。野生的灵芝哦，这个是。西藏灵芝是价格是比较贵的，然后的话，在全国来说算是灵芝中的爱马仕，就是相当于是很高，就是它药用价值呀，包括也是很高的。这个是我们灵芝巴松措的，然后这个的话是鲜度比较好，看着是这个颜色比较亮，
这种的话是比较贵，但是这个要通货的话是210，210的话你还是要现货，我们要做成规格货的话，还是这个的规格还是达得上，还是要把这个精选，像这种爆皮的呀，这种还是有一些大的这个虚线一点，但是这个确实鲜度要好一点。的话，那隔夜货嘛，就是他是自己亏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如果卖不出去的话，这个只能便宜处理掉，根本就卖不出去的那种情况没有吧？这个倒没有，但是有些市民也过来拿嘛。但是这边地方你刚才也看到了，每个县都有嘛，甚至有昌都的，据说是有云南的都会拉到这边来。很多人都会担心松茸是否会因为稀缺，到最后会从世界上消失。我个人觉得不必担心，西藏林芝面积很大，很多地方也并没有人涉足，那些地方长的松茸会一直安静长在那里。而松茸在西藏是稀缺品，云南、四川的产量却不少。松茸之所以价格很高，稀缺是一方面，而营养也是一方面。而松茸短暂的保质期，几天内不吃就会坏掉，也说明市场对它的需求。刚摘完的很新鲜的那种，就是大概300多块钱左右。大概它通货是200多嘛，然后我们又要不好的挑出去，对，不好的挑出去。再就是我们西藏的运费是超贵的，你发1公斤发广东的话是90多了，将近100块钱，发四川都是80多块钱。说到这里，还是要感叹一下，卓玛家既不产生松茸，也不产生虫草，通过大自然的馈赠来致富，恐怕是不可能了，所以还是需要努力奋斗呀。现在在林芝的这个松茸的市场，他们是晚上在这里交易的，因为白天在山上采，然后到下午到这里来卖。现在呢，就是在这里人特别的多。